是因为看了您这套书，我现在才敢主持挑战不可能啊，加油向未来啊，尤其主持开讲。他就是《10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之一，著名作家叶永烈。10万个为什么第一版，总共是900多个为什么，我一个人写了300多个。请问最新版的《10万个为什么》有多少个为什么？为什么呢？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没有想到会进小学语文课本。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小学1年级和初中1年级的学生将会使用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课，将开始采用部编本统一教学。新学年新课本将会带来怎样新的改变？这个教材你编成什么样，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给孩子提供了一个什么样主要的精神食粮，也会直接影响到是不是能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教育部就从全国遴选了一批专家，经过5年，我们打造了这么一套教材，也希望通过教材的改革，引导我们育人模式的改革，更能体现学生做一个学习主体的这样一个地位，更好地激发他的学习兴趣。所以在这个语文选编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了一部分的科普类的。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在无数孩子的心里埋下了科学的种子。我把写作呢看成凝固的时间，凝固的生命。一个人只有好奇心，这才会不断地追求问为什么，把一个问号拉直，变成惊叹号，那你就是一个科学的发现者。开讲了，探寻文化的力量。本期演讲者叶永烈。迎高考，祝未来。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饮品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幸福了，因为他们能够接触知识，能够接触科学的机会越来越多，条件也越来越好。像我们这一代人，要想了解一些课外的知识，可能要从课外读物上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本叫做《小灵通漫游未来》。啊，你看，当我说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年轻人都没什么反应了，因为这本书是1978年第一版。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另外一个作品，我相信在座一定都会有反应了。10万个为什么。但是现在你们看的版本不一样了。我小时候看的那一版，黑色的封面，然后一共好像是有10本吧，这是一套，让我真是捧着就不愿意放下。当时这一套书也是成为了中国青少年最重要的一个科普读物。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他是《10万个为什么》的最主要的作者之一，而除此以外，他还有太多的科普作品，为我们构建了一座又一座科学的堡垒。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掌声有请。叶老您好，欢迎您。谢谢大家，请坐，请坐。叶老您好，您这今天带来的是最新版的吧？这是第6版《10万个为什么》，第6版，2013年8月份出版的。但是是目前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新版。这是化学册。我看的是原来您最早和您的同事们编的那个黑色封面的那一套。最早是1961年，最早的。人总会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当成是历史的开端。我以为我读的那一套就是最早版本，那我看的那一版是哪一版了？1980年那版是黑封面的。那我看的是1980年的，好多本儿。也是分什么化学啊、物理啊，对啊，还无线电、地球什么好。对，那你看过，我再考考你。我看的不是很仔细。我怎么还有这一？
那么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的到底是玻璃、钢化玻璃还是玻璃钢？这个难不倒我，肯定不是玻璃，因为玻璃这么站是站不住的，是很危险的。但是玻璃钢它最后是落在哪儿啊？钢化玻璃呢？它最后还是什么呀？玻璃。我怎么像破案一样的？我认为是钢化玻璃。对了，说明你看过，这个里头就有这个答案。哦，这化学这一册，这个题目就是我写的，哇！所以我敢去考你。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也许写科幻小说容易，但是写科普作品，是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它一个是要求内容绝对准确，一个是要生动有趣，能够写好科普图，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几十年当中，您面对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长，您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和我们的年轻人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叶永烈先生，有请叶老师为我们开讲。这个书我先帮您拿一下。各位朋友，当这期节目要播出来的时候，正好是新学期9月份的时候，可能很多同学都拿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课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统编教材小学6年级的课本里头，有篇课文就叫做《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个作者就是在下。这篇课文呢，其实是我1980年写的一篇科学小品。当时写的时候，一点没有想到会进小学语文课本。其实那个就是写了3个有趣的故事，来说明科学并不遥远，科学也并不难。从身边观察，也可以发现很多大的科学原理。比如说，我里头一开头就写了一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教授叫谢皮罗，他呢每天洗完澡，浴缸这个塞子一拔，他有一次注意到这漩涡怎么是一个逆时针的方向，他第2次洗完澡呢又一拔，又是逆时针的，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他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就认为为什么会是逆时针的？因为它是在美国，是在北半球，这个跟地球的自转有关。由此呢，他就推论，在北半球的台风，它一定是逆时针的。果然，他的推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洗澡把塞子那么一件小事情注意到漩涡的方向，到大的这个台风的方向。那么2011年3月11号，日本发生大地震，海里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漩涡，那个漩涡就是逆时针的。相反，到了南半球，它就是顺时针的。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只要你做有心人，你去发现科学，发现原理，把一个问号拉直，变成惊叹号，那你就是一个科学的发现者。那么，一个能够把文章进入语文课本的作家，按道理，他在小时候应该是学霸，应该是成绩不得了。我呢，今天带来了我家的一个老古董，大家不妨看一看。我呢，是在1945年上小学，你看一看，上面有2门不及格，一门呢读书不及格，读书就是现在的语文，还有40分，还有1分是作文不及格，40分。这个成绩报告单就说明了我从小不是个神童。我怎么会成为一个作家？这件事情呢，要从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说起。我是浙江温州人，我们当地呢一个报纸叫《浙南日报》，也就是现在的《温州日报》的前身。我每天回家呢就很喜欢看这张报纸，那个报社呢离我们家也很近，
我走过报社门口的时候，报社门口有个木头的箱子，上头写着“投稿箱”。我那天心血来潮，写了一首小诗，就扔进了这个投稿箱。过了几天，我收到平生的第一封信，那个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这封信呢，告诉我，他说你的稿子呢写得很好，我们准备在下一期的副刊上发表。就这样呢，过了大概10来天，我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父亲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他说今天在报纸上登出你的诗呢。我去投稿，我父亲是不知道的，所以父亲看到我的小诗能够登在《浙南日报》上是非常的高兴。那首诗呢，其实真正的就是一块豆腐干，70个字。我没想到这首小诗的发表，当时我拿到了9000块钱的稿费。其实呢，当时是旧币，当时的1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1块钱，所以我的稿费呢实际上是9毛钱。不管怎么样，就当时对我的鼓舞是很大的。我呢，一切都是这块豆腐干开始的，这块豆腐干点燃了我的文学的梦。其实，在中学的时候，时间比较多，尤其暑假、寒假，可以大量的读书。我觉得那才是我读书的黄金时光，所以拼命的看书。我家里4大柜的个书呢，差不多都给我看光了。到高3的时候呢，就面临着考什么大学、考什么专业的时候。当时我一心一意呢要当记者。我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个新闻专业，我一心要考这个专业。可是，一打听呢，那一年大概只招20几名。我想想，一个省1名都不到。我呢，倒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想也许考不上。当时呢，我又非北京大学不可，正好我姐姐是学化学的，那我就去念化学。我父亲呢，一听说我念化学，他就非常高兴。他说，当新闻记者其实很危险的职业，你念化学呢，不管怎么样，毕业了以后呢，可以做做雪花膏，可以做做肥皂。他说，总归有一碗饭吃。所以我就这样的进入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尽管我走进了那个飘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气味的这个大楼，每天在化学实验室里忙碌，可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因为化学系对门呢就是文史楼，就是中文系的大本营。我有时候我还偷偷到中文系去听听课，我还加入中文系的这个红楼诗社。当时呢，我还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到处去投稿。大概10篇里头有1篇登出来算很不错了。到了化学系的3年级的时候呢，我开始用文学的笔调写化学，也就是说写科学小品。当时北京市科协有一张小报，就叫《科学小报》。我最初给他们投稿，我发现写这种稿子，我百发百中，写1篇登1篇，写1篇登1篇。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中文系的学生呢，他懂科学的不多，化学系的能写文章的人不多。那我呢，念的是理科，但是呢又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所以我一写科学小品呢，都能够发表。1959年那一年呢，我就把这些科学小品整理了一下，变成一本书。这本书就叫《碳的一家》。这本书写完以后呢，投给哪个出版社去出版呢？当时我才19岁，谁都不认识，哪一家出版社都不知道。我在北京大学旁边的新华书店看到上海的一个叫少年儿童出版社出过类似的书，我就买了一本回来，从版权页上知道他们的地址，我就把这个书稿给他们寄过去了。我的运气是非常的好，我这本书落到一个责任编辑叫曹艳芳，这老师他手里，他一看非常喜欢这本书，
决定出版。所以我在1960年2月份，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探在一家》。我的运气好呢，其实还不在于这里。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机缘呢，使我成为《10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其中的原因呢，就因为这个曹艳芳老师呢，他当时就正兼了编《10万个为什么》，他这是负责物理分册和化学分册。物理分册呢非常顺利，约的这几个作者呢写得很好，编辑部一审查就通过了。化学分册呢，恰恰相反，他只是约了7位化学老师写了1年，交稿了。一看，不光是他不满意，编辑部全部是投否定票。为什么呢？那7位老师写的像个教科书。这时候很着急了，物理分册已经编好了，化学分册要推倒重来。曹艳芳老师一想，那个叶永烈不是投过来一本《探在一家》吗？此人就是北大化学系的，他说能不能让他试试看？于是呢，寄来5个为什么让我写写看，我就随手就写了5个，就寄过来了。一看，他们说哦，跟叶永烈写的很好，正是符合我们的要求。于是呢，就把化学分册所有的为什么都寄过来。所以化学分册出版的时候，一共是175个为什么，其中用了我的是163个。因为化学分册写得好，其他分册的编辑都来找我约稿，有气象的，有地质的，有生理卫生的，有农业的，等等。我呢来者不拒，只要我能写的都给他们写了。所以10万个为什么第一版总共是900多个为什么，一共是5册，我一个人写了300多个。在10万个为什么完成之后呢，就我有点小小的野心了，因为10万个为什么呢，都是一篇一篇短文章组成，我想写一个长的东西，写个小说。于是呢，就在1961年写了这本《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书的手稿现在还在，你可以看一看，当时的纸头就是这种纸头，当时连白色的稿纸都没有，都是这种颜色很深的这种纸头，这个就是当年的手稿。没有想到这本书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之后被退稿了，我当时真想不通，我觉得这本书写的比10万个为什么要好，可是为什么被退稿呢？后来才明白，当时饭都吃不饱，你把未来写得那么好，吃的又好，住的又好，而且出去你看小朋友都开那种飘行车，是水地型的，是全透明的，6、7岁孩子都能开，因为它的操作近乎就这自动驾驶。家里有机器人，客人一来，机器人就端着一杯杯茶来，这种生活那跟当年的现实相差太大，所以被退稿了。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我来说又面临着另一种考验，还要不要继续写作，继续当年的梦想？因为我被下放到农村，整整3年种水稻。我呢，因为是理工男出身，人家说叶永烈你来当管理员，因为你懂科学，这个种水稻呢要有一定科学基础才行。于是呢，我就成为一个水稻的管理员。但是我一直是对文学念念不忘，我每天给水稻写日记。水稻从稻种这个浸种，一直到出苗，一直到播种，到插秧等等全过程，我写了一本厚厚的水稻日记，每天都记得。这个水稻日记呢，我也带过来了。这也是一个老古董的一个手稿。日记前头呢有13首诗，这是比如说除草我也写一首诗，播种也写一首诗，就前头写了13首写在稻叶上的诗。这是在很特殊的年代的很特殊的记录。
这个水稻日记，一边记呢，一边我对虫子发生兴趣，所以研究了虫子。我还写了一本书，就叫《治虫的故事》。就是在那种年代，我还念念不忘当年11岁时发表那个豆腐干的这个初心，还一直对文学念念不忘。我一直坚持写作。到了现在，我完全跟那种处于逆境状态的情况截然不同。我处于顺境当中，我呢也这把年纪了，人家都劝我可以安享晚年了。对我来说，又面临着另一种考验，还要不要继续写作？我呢一直到今天为止，还一直在不停地写作。我的作品题材和内容不断的变化，开始写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我还在做环球旅行，一边走一边拍照，每天晚上把所见所闻输入电脑。就这样呢，我出了一套书，叫《叶永烈看世界》，所以我所有的作品整个字数加起来，现在是3500万字。我的作品题材可以不断的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当年11岁时候定下的宗旨，当年做的文学梦。而且呢，对我来说，一辈子就是做一件事情。尽管这个1是很简单的一个数字，其实1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数字，一个需要坚持的数字。人生其实很短的，你的一辈子加上去也就是这么点时间。做一件事情要做得好，也还不够，所以我把写作呢看成凝固的时间，凝固的生命。我把我的所有的精力都凝固在我的作品之中。最近几年呢，我一边写作，一边还整理我那么多年所形成的书信、文稿，还有我的档案、创作笔记，还有1300多盘的采访录音带。这么多东西我都捐给了上海图书馆。这些重要的资料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属于国家的，属于历史的，以便呢将来后人要研究历史，也许可以对他们有所帮助。我本来是想我去世之后，在我的墓碑上写一句话：对不起，我不能再为你回答为什么。后来我想想呢，我现在应该改成，请到上海图书馆来找我。谢谢老师，谢谢您。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叶老今天带来的那些东西都放在我面前，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就摆在我桌上，那些手稿我都不敢碰。年龄比我都大，那个手稿，你想61年的小灵通，我就发现您的资料留得特别齐，特别全，而且每一个资料都标注得特别清晰。对啊，我们家像个档案馆，有时候人家到我们家来，进来一看说：“你们家是开公司的吗？”因为我们家进来这种档案柜铁皮的就有30几个，还有好多书架，我们家的书架这个超过40个，所以看上去像个公司。所以您完全是生活在纸张的海洋里，而且您想，像叶老读小学的年代，居然成绩单还留着，居然不及格的成绩单还留着。如果像我留，也就留个100分的。应该归功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把我收藏下来，整个是39张。但当年给您改卷子的老师，可能不知道后来您成为作家了。我见到了他了，因为我们学校里就是母校呢，他还没有这种成绩报告单，对他们来说这个档案都没有。所以您留的比学校还全。我就送了他一份，就是我小学的成绩报告单一套给他。我就找到我的班主任，他跟我握手，他说：“当年的那个调皮鬼，想不到也成为作家。”这是逆袭的最好的方式。
当年老师不是给你打不及格吗？等哪天你当了中科院院士的时候，回去把成绩单给老师看，老师您看，当年我化学2分。所以老师一定会为学生感到骄傲。叶老刚才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接下来就进入我们银鼎教育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一下网上给您提了几个问题。叶老您好，10万个为什么是给孩子培养兴趣的一种书，但目前针对幼儿园小学化，孩子们的兴趣被消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您怎么看？过去幼儿园我们除了玩就是玩，但现在幼儿园的孩子据说就要有很多的这种课外知识的学习，就要为他以后上学要打基础。这个大概来自于那么一句话，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对，所以这个起跑线越来越低。在幼儿园的时候，让他灌输小学的这些知识，让他在幼儿园上课的时候就感到很大的压力，其实是不应该的。起跑线上我就2门不及格，或者不也跑到蛮好吗？所以说不要给孩子加那么大的压力，让他们自由自在的读书讲。叶老师真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例子。叶老师何止输在起跑线上，他没有起跑。那时候别的孩子都跑出，叶老师都跑了。我听到一个说法说，起跑线重要是对短跑运动员。人生是一个马拉松，你实际上有漫长的人生道路，需要你慢慢的去磨砺、去培养自己。所以，不一定要看重起跑线，这样的压力反而会让孩子过早的失去他们的好奇心、童真。其实好奇心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只有好奇心，这才会不断的追求，问为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最后你得出结论，把一个问号拉直变成惊叹号，那你就会有所进步。现场的很多观众朋友也都用小纸条给您写了问题，这些观众朋友们都是10万个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是问您，请问最新版的10万个为什么有多少个为什么？为什么呢？10万呢，只是个虚词，只是个虚词，就只是表示形容特别多，形容很多。第一版总共是900多个为什么，一共是5册。这次新版的10万个为什么，有700多位作者参加了写作，有100多位院士参加其中，有的成为顾问。现在来说，如果是要10万个为什么，一个人想写到1/3是，这几乎很难。所以今天的科普阵容跟过去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接下来6位青年代表。叶老师您好，小小老师好，我是一位摄影师和旅行者。我是看您的10万个为什么长大的，就小的时候真的是爱不释手，才知道您是这么高产的一个作家。我现在的书稿连您的1/1000都不到，但是我已经拖了半年多了，越写越迷茫，然后越写越痛苦。每天看前一天写的都觉得不满意，然后把它删掉，然后这样一直拖着。写作其实是一个很寂寞的工作，每天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我的书房度过，在电脑前头度过，像今天这样热闹的场面是1/1000，所以绝大部分您是把今天当成开 party 来了？对，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很寂寞的，很孤独的这种状态度过。但是，一旦写作好的作品，写作新的作品，我心里就非常满足，觉得这段时间没有白费。尤其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用一句话叫做“闭关”。那段时间几乎什么生活我都不参加，心思就在创作上头，每天从早到晚，我几乎也不看微信，也不看电视，就集中力量来做。但我之前也听说过很多作家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您说的寂寞，他甚至有的时候会崩溃。像严歌苓女士，她就曾经在开讲的时候说，她经常写一部新的作品的时候，写到一半就整个人崩溃了，甚至崩溃到在家中痛哭流涕。您会产生那种感觉吗？就真写不下去了，或者卡住了？我写之前也有这种感觉，
觉得这么来也不行，那来也不行，所以写之前要花很多功夫，大量的准备工作。一旦我动笔，我就一气呵成，写下去就是完了以后看看有没有错别字，改完就完了，没有什么颠三倒四，再写到一半再推倒重来，没有的。好的，谢谢您。下一位，叶老您好，小岛老师好，我是一个漫画主笔。我们曾经呢也画过一部《10万个为什么》的图书，这个是现在小孩子可能比文字更容易接受的一种办法。因为现在孩子喜欢看漫画，也喜欢看动画片，这个漫画呢对孩子来说更加亲近，所以你用漫画的形式来画科普，画10万个为什么，这是很好的一种尝试。不过呢，我要提醒一句，就是说10万个为什么。最初的版本的插图啊，凤子都是2条腿的，有眼睛的。印出来之后呢，孩子就以为凤子就是这样的，每个凤子都长着2条腿，而且长着眼睛，这个呢容易引起一种科学的误导。所以后来呢，就是你像第6版，采用的全部是彩色的科学的图片，而且有好多图片是从国外专门买过来，看到那个分子结构都是很严谨的那种了，就是为了防止这一点，就是希望那个插图呢是科学化。在我们去创作这套书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参考书，还有就是编辑写的厚厚的一摞剧本，看得我直头疼，好多要画的东西。其实我很想知道，在您当时没有网络资料不好查询的情况下，您是怎么能够回答出那么多的问题？学霸呀，很简单。对于学霸来讲，其实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念书，北大呢也很重视打基础，所以一个数理化的基础打得很扎实。还有呢，北大有那么多图书馆，各个系还有系图书馆。我早上起来之后就把书包先扔到图书馆占个位置，再去吃早饭，然后整天在图书馆里度过。所以大量的阅读呢，会使你的视野非常宽广。我觉得，在当年能够写出10万个为什么，很重要是这一点。还有呢，我会非常喜欢看科技史的图书，在10万个为什么里头，比如说水是什么，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水嘛，就电解。H2O 一个是电解质，一个两体积的氢，一个体积的氧。我是写了个故事，就是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林，他呢老喜欢用个瓶子拿出来编化学魔术给朋友们看。当朋友们一本正经看他表演魔术的时候，他用火一点，叭一下子，这个瓶子就发出巨大的声响，而且冒出一个火焰。其实呢，他事先在这个瓶子里头装了氧气和氢气，这一点呢就嘣一声。表演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有一次，他注意到这个烧瓶的壁上有好多水珠。哎，他每次都擦得干干净净，那水是哪里来呢？他干脆就做实验了，就是把氢气和氧气的燃烧，后来一冷凝呢，这水就滴下来，他这就判定水是由氢和氧组成。通过这么个故事来讲水是什么，那人孩子就容易接受。如果你画漫画的话，你可以把普利斯特里的这个故事画完，一直到最后你就说，所以水是氢和氧。所以我套用现在比较常用的一句话：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是你只看到了氢和氧，但是别人比你多问了一个为什么。也许他前进的那一步，就是人类科学的一大步。谢谢您。下一位，阿姨你好，我是玉九呢。玉九呢？阿姨，听得懂吗？阿姨您好。他这温州话我知道，但是这是爷爷您好我也是阿姨。阿姨是的。温州人，那您老乡？对，老乡。刚才听了您的演讲，看见您把很多年前的成绩单都保留下来了，那我就特别的好奇，您是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来吗？像比如说电影票这些？我只是保留我认为值得保存的东西，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保存。那接下来这句话您就要注意了，电影票留没留？对，
我只聊我认为值得保存的东西，所以电影票我没有留。我跟我太太呢，今年的8月25号是结婚55周年。哇！而且呢，我给她谈恋爱的时候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套《10万个为什么》。谁说理工男不会追女生？去了以后送给人家一套书，说看看作者。这是叶老宁的夫人。哎，对。欢迎您，师母。那套10万个为什么您还留着呢吗？那个10万个为什么留在家乡温州？您觉得叶老是一个浪漫的人吗？他有时候也浪漫，平时看他这个写作的时候很严肃，但是呢，他幽默起来也很幽默，很会开玩笑的。比如说当年我妈妈的眼睛里有点老花，有时候看东西呢看不很清楚，他呢调皮把那个皮鞋油啊，当成这个牙膏插在那个我妈妈口碑。我妈妈早上起来，就是要刷牙了。这个挤出来味道不对，再仔细看看怎么是黑的，然后他就嘎嘎嘎笑了，就是非常调皮的人。也有啊，也是牙膏一样。现在也是这样。您现在想起来后怕吗？这是。所以一个人的好奇心怎么才能保有？就跟孩子一样，他才能永远充满这个好奇。我喜欢开玩笑，也喜欢追逐一种新鲜感。我讲个例子，在数码相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在上海看到一个手电筒一样的一个东西，叫好一拍，买了一个。然后呢，正好我去美国，我儿子跟儿媳妇来迎接我，我说你站住别动，然后拿出这个手电筒，就到咔嚓咔嚓。他们也不知道我干什么用，回到家里把它收进电脑，他一看，哎呦，这个刚才呢原来是个照相机，所以数码相机一产生我就有，一直买到那个单反的数码相机。所以您是对新技术很好奇。非常感兴趣，所以我2个儿子对我有个称呼，叫做高科技老爸。哎呀，我得回去让我爸学习一下。我爸就是直到现在为止，就视频通话他还会放到耳边。我每次跟他视频看到的都是他耳朵，因为他永远要这样跟我讲。好，下一位。叶老师好，小撒老师好，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同时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哦，您刚才说，在您11岁有了自己的文学梦，并且始终坚持到了现在，已经几10年过去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您，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的家庭给予了您怎样的帮助和影响？我恰恰是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父亲呢，他也会写诗，他的书法也不错。虽然他在温州当年是个企业家，但是他的企业跟人家不一样，他每天早上把所有的员工招在一起，念《古文观止》。哦，我那时候似懂非懂，就在旁边听。考上北大，尽管念的是化学系，我从家里带走的2套书，一套就是《古文观止》，还有一个就是《饮冰史文集》，梁启超的文集。所以这2本书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所以这些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的母亲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所以她当年看《红楼梦》的时候，电视连续剧，她会不断地讲给我2个儿子听。我母亲呢，知道我喜欢写作，发表东西，她也非常高兴。书香门第。现在呢，科技很发达，然后孩子们呢接触的新鲜事物，尤其是电子产品越来越多。10几年前呢，我在给孩子布置问题，或者是孩子提出来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寻找答案的方式是很多种的。因为我觉得探索比寻求答案更重要。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是搜索的一个打印产品。我没有教过幼儿园，但是我觉得幼儿园的孩子如果能够上百度话，应该给予鼓励。会使用现代的信息工具，这是好事儿。好事，哪怕是幼儿园的学生，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化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不然的话就会落伍。
就像你们的开讲的，我一直是老观众。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因为开讲的所讲的有很多内容是我当年没有学过的，比如说我看了你们的博德密码学，我觉得我也开始懂得什么叫密码学，还比如说量子通信。量子通信，量子通信，对，看了以后我知道量子通信的原理。这高铁来来去坐那么长高铁，当时停了那个年轻的这个总设计师一出现，我就看他很惊讶，是个女的。还有一句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对我来说，还要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只有这样，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你才能够跟上时代的脚步。谢谢叶老师，谢谢。叶老师好，小撒哥好。我是一名博士研究生，同时我也是一个科普的作者。我的小时候也是特别喜欢看叶老师的一些作品，《10万个为什么》呀和《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些。所以在这些作品影响下，现在我也尝试写一些科普的文章。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有没有对您影响特别大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苏联的作家伊林。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看过伊林写的《10万个为什么》。哦，他也是个科普作家。对，其实我们的10万个这个为什么这个书名，是从伊林那里搬过来的。伊林呢，他的书名又是从英国搬过来的。英国的这个诗人叫吉柏林，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话就叫10万个为什么。吉柏林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所以10万个为什么要追到底。这个名字呢，源头是在从诺贝尔文学作品来的。伊林的10万个为什么呢？我在中学时候看，我看那本书我才知道，就是穿一件厚的衣服，还是穿3件薄的衣服，加起来跟那件衣服厚度一样的，哪一件更保暖？更保暖。这个题目就是从他那里有。您先不用回答，大家回答。有说1件的吗？1件的请举手，认为穿1件的。哎，好，1件的还不少呢。认为穿3件更保暖的请举手。好，3件的请讲出原因，1件也请讲出原因。这样，我们让科普作家来讲。我觉得是穿3件更保暖。你应该给出确切的答案。我们不能说的太绝对啊，也有可能那一件是特别的啊。对，你得看材质，相同材质情况下，应该是3件的更保暖，因为衣服它的保暖原理是它夹层里面这个空气。那如果这个空气夹层多的话，它这个散热的这个速度会比一件要慢的很多，所以我觉得是3层。提出这个衣的质量的问题啊，它很严谨。这一点来说，因为从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这么提到。对，它很严谨，在相同材质下，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表述上还是不够有趣。怎么让孩子们能够听到这个回答，觉得哦，真的，而且能记一辈子？你的作品现在出版了吗？就是还没印出来，就是已经在排版了。也就是说进入出版流程了。对，还没有找老师写序。那你的第2个问题是？第2个问题是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看过叶老师的一部科幻的小说啊。这个小说叫《腐蚀》。这个作品呢，讲的是一个宇宙飞船被外星的不明生物给腐蚀了。但是这个作品呢，不仅仅讲的是这些科幻的故事，它还有这些就是科研工作者呀，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面对这些名利啊和这些社会上这些诱惑的腐蚀，他们怎么来抗拒这种腐蚀？其实它是一个文学性很强，又是很关注社会现实的这样一个作品。这个腐蚀呢，是发表在1981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我写这篇科幻小说的原因，就是1980年7月16号，上海科学家洪家木在罗布泊失踪，我参加了搜索。当时赶到新疆，洪家木的这种牺牲精神、献身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所以我以洪家木为模特，写了这个《腐蚀》。这篇小说最早的提出了个命题，就叫巨腐蚀。对我来说，科幻小说应该就是这样，就有很大的社会主题，有人文关怀，不光是写一点
科学的幻想。很多的先驱用他们的这种探索精神，为今天的人铺了路。所以我也希望你的作品出来之后，能够传承着当年叶老给孩子们写这种科普作品的神韵，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能让孩子们有一片科普的园地。最后一位。叶老师您好，那个小撒老师好，我是那个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研究生的张玉晨，就是你们2位的一个小小的小师弟。你是哪个专业？我现在是在做那个视觉认知。视觉认知就是说怎么看我们眼睛看到东西后，还原出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去识别我们看到的一切。跟生物科学、跟脑神经啊什么这是我们实际上做的更接近脑科学的东西。脑科学这一块。对，现在我们的时代也有很多读者，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似乎出现了一种更多的是一种质疑或者是一种紧张。而另一方面，现在大家的阅读都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网络一样，很碎片化，真真假假都掺在一起。现在需要建立一支真正有质量的科普创作队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各式各样的科普的书太多，就像《十万个为什么》，真正的正宗的就是少年儿童出版社从第1版到第6版，可是你在书店里查一下，带着10万个为什么的书名的大概有100-200种，打擦边球的态度。其中很多就是把原创的10万为什么稍微改动换面一下，或者网络上下载一下改动换面一下。科普如果是限于东拼西抄的话，那个科普就完了。科普必须用心的，用自己的心智去原创，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好的作品。尤其处在当前的网络这个时代，要特别注意，因为网上的是是非非，有好多伪知识、伪科学的东西。作为科普作家，他应该及时澄清这些事情，要给人以知识，给人以进步的力量。所以一定要下决心，培养一支很好的科普作家的队伍。一支能够全心把这件事情做好的队伍。我这个科学的热情最早就是在我小时候看了一套老版的《10万个为什么》，我心中的这把火是您点燃的，在这儿向您道一声谢谢。谢谢。也正是因为看了您这套书，我现在才敢主持《加油向未来》啊，挑战不可能啊，因为那里面很多科学道理，尤其主持开讲，要面对航空的、航天的、生物科学的、物理的、量子物理的，就各个方面领域的领军人物。我感觉我跟他们的交流没有太大的障碍。几个科学家也都分别说过，说小撒你这个知识结构很合理。后来我告诉他们，我因为从小看《10万个为什么》。我永远都记得《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书当中，开篇您是以一个编辑的身份给孩子们说话，说：“孩子们，你们好，其实我是个编辑，但没比你们大多少。大多少呢？你就算算吧，把你的年龄加上你弟弟的年龄，应该就差不多是我的年龄。”我永远都记得这句话，就是他没有告诉你说啊，我是一个多大的年轻人，他就完全是在跟你聊天的状态中，一点一点的把你带进了一个他为你构建的科学世界。所以感谢有这样的引路人，才有了今天这一代年轻人科学知识的基础，也才有了今天中国科技的飞速的发展。我觉得跟科普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用掌声感谢这些引领我们进入科学世界的先知，也期待着能在未来有更多的孩子读到您的作品。感谢叶永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一期开讲再见。谢谢。